他们一直就闹着玩撮合我俩，我姐也帮着他说好话，一个劲儿的让我跟他好，出于面子都跟他好了。哦，你还能出于面子就跟人好啊？追他容易吗？不容易，成天也打电话，聊天也爱答不理的，回来发信息也不回啊。那我那刚开始我根本都看不上他，后来怎么看上他的呢？我就记得我有病的时候吧，生病了，然后回来。他拎着大包小包的吃的，然后水果去我们家看我。我当时想，这男的还挺细心的，可以好着试试吧，先发展发展看看。现在试下来的问题在哪儿啊？后来我感觉我以前认识那个小女孩，她现在变了，她现在变得特别的物质，特别爱慕虚荣，化妆打扮的特别花里胡哨。谁不化妆呢？我是个女的，我又不是你。不是，我不担心你吗？我化妆你担啥心呢？我最受不了他是啥事儿啊？他不止他自个儿，你说越来改变变化大吧，回来他还让我跟着他改变，非让我向他那什么时尚圈靠拢。你说，那你自己土，我帮你打扮打扮，哪儿土啊？你哪儿不土啊？你都今天来的时候还知道捯饬自个儿，你看你平时土的都掉渣了。我哪儿里土不挺好的吗？一天天的。你哪儿不土啊？非得有个车，有个这个那个啥的。哎，你别跟我提车啊！我让你买车你不买，然后导致了我丢面子，然后你被公交车挤，你还赖我。你说我这是一普通职员，他非得天天逼我买车。你说临来头他还说你咋还不买车呀？那你说咱俩现在经济基础也买不了啊，他非说啥呀？非说我要是不买车吧，他以后那你都不用说接我去了。那本来都是，你看跟我一块上班的那些姐们们，人家都是坐啥上车逗你，你还好意思把你那大28牵出来是吧？你姥爷都不骑了，你驮我了，你让我坐筐里还让我坐轮子上？不是，你说现在多少人他都开车出去，他现在都想骑自行车出去，他没时间骑呢。我骑自行车多好，我再说了。你这属于不是自行车，你这属于老古董了，知道吧？你再收藏10年都可以卖钱了。我又不是说天天骑自行车接你去，我还不如坐公交车去。你说坐公交车不也挺好吗？坐公交车好啥了？你除了擤鼻涕就是被公交车们的挤，我觉着正常人都让公交车们挤不2回吧？不是，有点那么奇葩呢？不是主持人，你说啊，我那回我跟他一块我接他下班，完了呢我跟他去坐公交车，他先上去了之后呢我就跟着他上去了。我跟他上去的时候，那个公交车门不知道咋回事，他门就关上了，我就正好一个脚在上面，一个脚在下面，身子卡中间了，不是？完了吧，我就下去吧，下去回来我一上去，那个公交车司机瞅我一眼，瞅我一眼，他就又把那个门给关上了啊！你说这事谁赶上谁不生气啊？你要招时间点人家加你，放着那么多人不加跟我有关系吗？行，当时吧，我让东西挤了吧？不是你别说车门挤你这事儿，你擤鼻涕是不是你？那你要买车了，你还至于动不动擤鼻涕吧？大马路上的丢不丢人？我鼻涕流出来，冬天挺冷的，你说擦个鼻涕不中是咋着？哎，那你背着点人擦不中，你非得当着那么多人头上擤鼻涕是大的。鼻涕流出来了，你再让我找个地儿躲着擦去，你说流出来咋整啊？流出来你也不能当着那么多人擤鼻涕吧？行，不说鼻涕这点事儿了啊。他让我买车吧，你说买不起吧？你说我又不是说以后不买，你说他现在没有车吧，他非得编我有车。你以为我乐意给你编？我天天编不辛苦，明儿还说你别编呢，谁让你编了？那你也是当辆车，别让我编呢。我今儿说你车上朋友那个接着起来，明儿说又参加婚礼了，今儿说送去场，你以为我不累得慌啊？不是你累，你编我编出我为谁好啊？我不是怕你丢人吗？你当然的你不好面，我好面，是我着要脸。我跟你说，他不止编我车，他连我干啥的他都要编。你要每回我跟他出去玩吧，去见他的那帮朋友，就见一面朋友，他说我们家是开矿的啊，我是自个儿在我们家自个儿公司上班啊，说我是煤老板儿子。你要不就说那你这么黑，你不就是煤老板儿子吗？你看你黑成啥样了？你说我这个肤色健康，最过分他说啥？他有一回他跟人家说哦，我们家是什么祖上清朝是当大官的，正统的什么当官的血统。你说这种有意义吗？你说哪儿没意义了？我朋友的对象都是干啥的？虽然不是说多有钱吧，但也是最起码是企业的高管之类的吧？你看你还好意思说你是干啥的？不是你不能你见一回你朋友见一波人，你吹嘘一个身份。那见不同的人当然得有不同的身份了。是吧？不同的身份，那你说你记得住吗？我记得住，你哪回编错了？我记不住啊！不用你记，我给你记，你按照我编的走就行了呗。行，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在你那帮朋友面前我是啥身份，我叫啥了？你知不知道更好？越说越没边了啊！逼买车，编身份，他还干嘛呀？你说他吧，他现在成天跟他那帮朋友什么学喝酒，又小抽烟，你要回来还去迪厅，还去 KTV。哎，你不去 KTV，你不去是吧？现在年轻人谁也不去 KTV 了，你问问大家谁不去？都你。那是正常人，他天天去吗？天天去迪厅啊？我天天去了，你哪只眼看见我天天去了？不是你是从我身上安监控了吧你？
次我主动招呼我姐们出去一块儿喝酒，然后就是挺高兴的，然后去 KTV 了。然后她说不放心，我说那行，我说我把地址告诉你，免得你不放心。这可好嘛，直接都杀过来，把门给踹开了，看着我从那抽烟了，拉着我都跑，我连账都没结呢。我那帮小姐们第二天只笑我掏单。我是掏不起这钱还是咋的呢？我哪知道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你说我啥时候见过你抽烟呢？你说没见过事儿多了。你说你一个手拿着烟，哎，除了没见过你抽烟，还没见过你干嘛呀？没见过的事儿不是多了吗？那我晚上然后去跟老板谈业务，你不也没看见？谈业务？你说你非得晚上谈哪儿？你们公司没地儿啊，没办公室啊，没会议室咋的？人家客户是上帝，人家就晚上有时间。不是，那他客户的上帝他不是人是咋的？你天天晚上出去中是咋的？我哪儿天天去了？我不用有一两回去了吗？你看你逮着了，你都不撒话了，你又有理了，你又扭上来了。你说我当时我不也生气吗？你说我啥时候见过你这样啊？你气，你能不能先把我的面子放在第一位啊？行，那你回答我们：以前抽烟吗？不抽。以前喝酒吗？不喝。为什么跟他谈了恋爱是既抽烟又喝酒呢？你苦闷了？没有。那你干嘛呀？跟客户谈工作的时候，就是单子下来不是特别顺利，就烦心，然后就会抽烟了。我跟你说，主持人他现在就是爱跟人家攀比。我跟你说，他那帮朋友他们都这样。你说我都不知道他非要在这个环境工作，人家你说拿着个几千几万的包，咱俩就普普通家庭。你说没有你就没有嘛？我凭啥普通啊？哎，我跟了你，我都非得普通呗？不是你，我是说咱俩家庭都是普普通通的背景。你说你非要你说没有，咱就没有就算了。正因为家普通了，我自己所以才不想普通了。我是，所以你就买不起那些真的东西啊，你就去买那些假的。买不起真的，我不买假的咋办呢？我跳黄浦江死去，买不起我不过了。那买得起什么就买什么，你背假包啊？没有，就是因为那个就是名牌的包有一款样子特别好看啊，然后普通的你快拉倒吧！你说你拿着你这个包，你去跟人家说，你说你我这包是吧新买的，你说几万块钱你是新买的，我啥时候这么说了？你哪个耳朵听见了？不是你发朋友圈，你又装了个窃听器，除了摄像头还有个窃听器。是我特工中的。我看你都是607了，你啊！你说他买点东西吧，以前他买的少吧，我就没说啥。后来可疯狂了，我跟你说，也不知道跟谁学的。不管现在出门干啥都得男的掏钱，他都是说非得男的花钱。家对象，你说他情侣出去不是男的花钱呢？你说他给我买那些东西跟他穿的一模一样。你说冬天吧，他穿雪地靴吧，给我也买一啥油这的雪地靴，哎，你懂不懂？现在还花边了，带猫了，你说？现在潮流都这样，你懂不懂啊？你已经落后了。你买个鞋，你买个黑的也中，你买个红不拉几带花的带猫的。你给我穿着跟圣诞老人似的，你看我朋友见着我都，你最近你是要整新去，要整容去？你要是圣诞老人，我都不用花钱买东西了，都有人给我送礼物了。你这一句话吧啊，你到底喜不喜欢这小子？开始还可以吧，现在就这么回事吧。你喜不喜欢他呀？他这个人，他这个性格，我都挺喜欢的。我只是说，他现在这个走的方式，他为了融入他这个环境，他已经开始慢慢，就是说，我觉得他做的这些东西。一是不现实，二是对他自己本身的身体也没利，经常就是说肚子疼，又缺觉，眼睛肿。你说我看着，你说我不心疼吗？你说我心疼，你让我咋办？好，小伙子把他自己那点心里话都翻着出来了啊。这个他刚才说的没放大化哈，没有，这些陈述都实实在在在你们的生活里发生了是吧？嗯，那你们可真是有话说了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有一句话大家都很喜欢，叫做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，我觉得可能会非常适合男孩现在的心情。你总是希望说那个他，跟你刚刚爱上的那个他一样，那么单纯，不抽烟，没，其实不喝酒。我只是说想让他变化不要太大，因为我觉得他的这种现在追求的方式非常的对他自己不利。你现在工作几年了？工作1年不到，在国企上班。当他每次带着你出去的时候，他介绍你的各种身份的时候，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当每一次到这个时候，我听到他说这种话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都非常的难过，也非常的无力，因为我确实现在也没有这种条件去满足他的这个要求。你有没有很直接的跟他说过你不喜欢这样？
我跟他说过，其实我觉得你现在没有的这些东西，你现在吹出去了，去跟人家说，我觉得这些东西终有一天你会为了你所说的话你去负责的。我觉得做人还是要踏踏实实，你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没有我会去努力去赚到这个东西。我想今天你到这个台上来啊，其实你还是不想失去这个女孩子，但是她身上可能有一些东西是你很不愿意去接受的。可是女生的态度很明确，她就很直接的讲出来了。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还行，现在觉得吧也就这样。那我就特别想问这个女孩子，那你今天为什么要来呢？因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有时候挺好的，他懂得关心我、照顾我，也知道谦让我。就是有的时候他特别不理解我，他总让我换工作，但是我挺热爱我这份工作的，我不想换。我想问的直接一点，你是不是因为不想失去他，所以你才来，还是只是想给他一个交代？想给他一个交代。所以我觉得我不想再说女孩子任何，因为我觉得她心里如果不清楚，我说再多她一样不清楚。但我想推荐你去看一部电影，叫做《北京遇见西雅图》。我想有一天你终会长大的，你可能会25岁、35岁，甚至45岁，你会去想那些自己曾经迷失的日子，你可能会怀念那个对你一厢情愿的男生，他愿意跟着你在你的人生角色里扮演各种他不愿扮演角色的男生。也许到那一天，你可能真的会拥有你想拥有的一切，但是你可能会失去你自己真正最需要的那个东西。我觉得这个男生非常非常踏实，也非常的老实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女生她就是一个活在自己的梦想里面，她觉得自己是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梦想，我要特别为这个梦想、这个目标去打拼。那我觉得在这个现阶段这个生活里面呢，你们应该要思考一下，到底对方是不是真的适合我。我其实我特别的喜欢他这个人，我不想说放弃他，我也乐意去支持他的工作，还有他的这些东西。但是说，他现在有些太极端了，然后都是说特别的那。你觉得他有点迷失自己是吗？是，他已经陷进去了。我特别想给他拽出来，我不是说想放开他。我一定要提醒这个男孩子啊，你心里是不是会这么想，就会认为如果你有车有房或者很有钱，你是可以挽回这段感情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不是这样的。有一个特别真实的故事是反过来的，有一个男孩子特别喜欢各种奢侈品，然后那个女生呢就想方设法的去满足他，因为那个男孩他想要一个3万多块钱的名牌包包，那个女生就一直打工，都没有时间去陪这个男孩。当他终于买到这个包，他非常高兴，到了这个男孩的楼下，跟他说：“我来给你送一个惊喜。”男孩子下来了，跟他说：“你有什么话你说吧，我只能给你5分钟。”因为男孩子已经有了自己新的女朋友。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，结束的是女孩子回到家之后，她一直在哭，她觉得她失去了她的爱人，失去了她一生当中最珍贵的感情。然后这个时候她的妈妈抱住了她说：“女儿，你不要这么伤心，你这么伤心你知道吗？世界上最伤心的人是你妈妈。”然后那一刻女孩才醒悟了，其实除了爱情之外，她的人生当中有很多别的东西，有亲情也有友情，还有自己的事业。当你总是想着说我要怎么样去改变我的爱人，我要如何改变我自己来迁就我的爱人的时候，你往往失去的就是你自己。而你失去了那个最重要的自己，请问你的爱人爱你什么呢？我希望你好好想一下这个问题。用有形的物质去满足无形的欲望，所以常常欲壑难填。用无穷的欲望去攫取有限的资源，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失望。为了所谓的面子到处去撒谎，这已经早就失去了正常思维的范畴，这很危险。我分明从女人的脸上看到了嫌弃，看到了嘴角边的鄙夷，那种嫌弃是深入骨髓的。讨厌你的穿着，讨厌你的土气，讨厌目前所有的生活，这是你的权利。每次看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，我总是很悲伤。一对小年轻双双互相勉励，我们要共同用自己的双手奋斗，来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。他们用自己的誓言在自己的幸福道路上奔走，但是在这过程当中，其中有一位受不了诱惑，其中有一位改变了自己当初的想法，他想要走得更快一点。最开始他只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，但是还有一点良心，到了最后慢慢的早已跟不上他的步伐，于是分道扬镳。
每每看到这样的故事，我们内心总是非常悲伤。爱人之间不光是爱人要有幸福和甜蜜充斥着彼此，爱人还是战友，他们要从一穷二白的地步上，两人共同用自己的双手来奋斗，他们更多的情况下是志同道合的战友。但是如果有一方已经不喜欢这样的生活节奏，已经开始嫌弃这样的生活和对象，这样的故事离背叛早就不远了。我只想跟男生说，当有些人早已经偏离了生活的轨迹，是你们俩生活的轨迹，偏离了你的能力范围之外，我告诉你，再回头我也不要你。姑娘，请你记住，老师们大概提到了一个词，我觉得那个词很关键，那个词叫迷失。当一天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时候，他变得自信，他变得真实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的时候，真的属于他的爱情就来临了。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想，我们是不是要的太快？我们20多岁凭什么要房子？凭什么要车子？我在想哦，不是所有人都可以，特别优秀的人会，运气特别好的人会，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。他们的背后，我相信也有美好的那些东西，否则今天你们不会站在这里来。那接下来就是你们自己的表白时间，一起进入黄金60年。其实我知道你可能会，你在追求你自己的幸福的时候，可能觉得在你的翅膀下面可能会有我，可能是个累赘。但是说我更希望我们两个能在一起一块奋斗，一块去体会这其中的甘苦，以后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生活。我现在是没有车，我现在是没有钱，但是我有一颗爱你到老的心。其实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我很开心。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之所以有现在的表现，你应该换一个角度去想。我想让你明白我为什么要变成这样，我为什么会变得太快。其实不是你的原因，有可能是我做的不够好。如果我伤害你了，对不起，我向你道歉。这个女生最后这段话说的人心一下，你就会发现哦，亮亮的那个东西。你们俩赶紧换箱子吧，要不然我又胡思乱想。来，两位交换你们的秘密哈。两位请回，谢谢你们哈。请关门。拿起手里的转接器，很简单。这俩人能在一起吗？能，赞成；不能在一起，反对。来，各位请选择。现场有46.15%的观众朋友觉得，哎，还可以哦，也许能在一起。问一问现场观众为什么这么选啊？姑娘，你选的是？赞同。理由？感觉那个男的挺爱那个女的的。哦，男生很爱女生，他看到的是这部分啊。你的选择是什么，姑娘？我的选择是反对。情侣在一起，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就是价值观。如果两个人的价值观都已经偏离了，再努力可能也是白费。有男朋友吗？有。是坐旁边的那位吗？是。啊，来，男朋友，你投票投的是？反对。你看这个价值观是一样的。那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？跟他一样嘛。就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呗。啊，对。平时他就是一般都是拿主意，但是如果就是在一些使小性子上面，他都会依着我。哎呦，你们怎么这么会说话呀？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一起数5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来，哥们儿。